哎，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最可怕？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领悟了一门语言，哎，拿捏了，自己觉得自己汉语没问题了，每天开始就是独立社交，压都压不回去，就往外崩。但实际的汉语水平呢，还撑不起他的勇气，天天惹祸。有一天，我妈领我们开车去郊区，路过了一片山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妈在那片山上就给自己的将来置办了一个公墓。我妈就指那山说：“我的墓地在这儿。”我老公就听懂了墓地这个词儿，欣喜若狂。就你还记得咱小时候学英语那种感觉不？就一听听力，嘎听到一个自己会的词儿，哎，我知道 abandon 啥意思忘了，但是 abandon 就光抓这词儿了，别的全忘听了，就那种感觉。他就捕捉着这个目的了，他理解的目的是目的地、目标地点 destination， 都不等我翻译啊！我妈刚说完了，我的目的在山上，他直接就回答我的目的在北京，我的目的在北京。我妈说啊，那你的目的为啥是北京啊？是不是因为北京大，晚上可以跑出去随便玩？我老公说，那你的目的为什么在山上啊？是不是因为山上大，晚上可以跑出去随便玩？哎呦我妈以为他故意抬杠呢，我妈也抬上了啊！你放心，如果我真有那一天，我上山了也会想着回来找你的。我晚上出来玩也把你带走，一起玩啊！我老公说啊，那妈妈你放心，如果我真有那一天，我也会想着回来找你的。我不管啥时候出去玩，我都会想着把你带走的，把你带走的。回来我跟他说，我说目的啊是人走了以后长眠的地方，它不是目的地。我老公说，那从哲学的角度来讲，还是目的地吗？Final destination。我说的没有问题。这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上班，他连编个瞎话请假他都不会请，给他老板吓完了。俺们公司前2天去普吉岛度假了，大胖媳妇本来也要去，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当时是临时突然决定说下周就去普吉岛待1周。大胖媳妇如果去呢，就会耽误2天课。他要是想调课，理论上他应该很长时间以前就给到学校通知，现在是来不及的。但是我的同事们呢，就也挺喜欢这姐夫，觉得他挺有意思，就怂恿他编个借口请个急假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，那你当老板以什么借口跟你请急假，你是无法拒绝的呢？我说目前有3种理由我无法拒绝：一，临时拉稀了；二，家里什么玩意儿堵了要漏水，得等人过来修；三，给妈上坟。他说1和2那肯定是不行。我是一个网红，我去泰国玩，那肯定能碰着认识我的中国游客。那到时候拍着我搁那沙滩上玩，我领导和我学生看见了，咋解释啊？我说领导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那天拉稀了，然后给厕所整堵了，我就等人过来修，完水流太大了，顺下水道就给我冲走了，我就昏迷了。完我再一醒来，哎呀，给我冲普吉岛来了，这可信吗？我的学生们怎么想我呢？然后他就问我，那这个第3个上坟是咋回事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他呢不知道啥叫上坟，我呢不知道他不知道啥叫上坟，因为以前我让他陪我去给我姥爷上过坟，所以他问我请假上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我说的是人我那个同事1年到头就只能这么见他妈1面，那孩子想妈思念，想给妈上个坟，那哪个领导能拒绝呀？我万万没想到，就一句话没交代明白，他把上坟理解成了探亲。大胖媳妇想来想去，觉得一个谎言需要后边无数个谎言来补救，他不要这样子，他坚信只要他跟他的领导坦诚相见，并拿出以后怎么把这课补回来的解决方案，天下就没有请不下来的假。第2天他就出发了，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打工英雄昂首阔步走向了校园，路上给他领导还发个微信说他有点事儿要说。然后中午在学校食堂，他就提前偶遇到了他的领导，领导看见他说，哎，这个穆汉兰老师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我们上学期这个学生评分出来了，你的评分还是很不错的，学校呢很重视教学质量，你呢短期之内如果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学校愿意和你签署一个为期3年的合同。他听完那1秒就不是他了，别说普吉岛了，他要去普陀寺给他领导烧他一炷高香。领导说完还问他，对你还有别的事儿啊？大胖媳妇说，我也想找你就说这个事儿，我就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而且我来中国之后哈，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现在出国，我哪儿的饭我都吃不惯，我这人工作呢我也不请假，而且我都不涉及上坟这个习俗，我妈自己来，1年来2回。为了自己的事业，大胖媳妇放弃了浪漫之旅，在家带孩子做饭。还好我们家常备着黄天鹅可生食鸡蛋，它不含沙门氏菌，孩子食用更安全，方便又好吃，白水一煮，蛋香四溢。早餐来1颗，助力孩子们的黄金生长期。回家之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假请下来没啊？他说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要一去呢，保不住又发生一些什么笑话，你同事还得录我，那样就谁都玩不好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说你真不去啊？那我去泰国1周，我挺想你的呢。他说没事，你们到地方第一时间给我视频上坟。那我到泰国还得挺想你呢。没事，你到了泰国给我上坟，视频上坟。你到泰国看的菜好吃，你可以给我上坟。我带2个孩子也给你上坟，给你们都上坟，给你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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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坟。你不用说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到底啥社团？啥社团？哎，这不4年1度的冬季赛事刚结束吗？就有很多人问我说，你说你跟你老公俩看比赛的时候，你为中国队激动，他为加拿大队激动，那你俩不干架吗？我想说不干架呀，因为他不激动，不光他不激动，他全家人都不激动，就根本就不在乎加拿大赢不赢。我看开幕式的时候我还跟他视频，我说，哎，你国家运动员出场的时候那衣服上热搜了。他说衣服咋的了？前开门没拉呀？你们还记得不？2010年是温哥华办的开幕式，
那阵儿呢，正好我第一次给他领回铁岭，在我家玩，我们都以为这温哥华开幕式他得老激动要看了，结果人家根本不想看，因为他头一天人生第一次看了二人转，就开幕式那天就高低想再去看二人转，就跟我说昨天那个多有意思，出来一个女的就都不自我介绍，出来就咵咵咵甩头发，跟脱蜜蜂了似的，完甩完头就咔咔咔就大劈叉，哎那叉劈的就是订书器缺钉的安钉时候那种状态，劈完叉起来嘎干瓶啤酒，啤酒瓶子没撂下来呢，歌声出来了，兴旺发达通四海好运来，是不是那种感觉？就是好运来，你看人家就是发如拖布，动如脱兔，就各种动作之间毫无逻辑连接。我喜欢这种艺术，我当时就很不理解，我说就在温哥华你家门口办你都没有热情，他说那要在铁岭办，铁岭人就热情啊。我说哎呀妈呀，他最好别在铁岭办，这要是在铁岭办了，全铁人民男女老少，正在室内烧烤店酒意阑珊的，正在室外旱厕速冻风干的，正在城里搓澡台上顺时针侧翻的，正在乡间给老母猪排解孤单的，肯定全都在看。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年温哥华这开幕式有个大事故，就他这个点火仪式最关键的环节点火啊，设计的是4个大柱子一个接一个的起来，最后聚到一起火炬点燃，结果这4个柱子起来仨，最后那个躺平了没动。刚开始我们都以为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，就是让你等都没有声了，啪一二脚蹦出一大鹅，一脚拴一个猴那种感觉，完整的吧，我爷都有点替他觉得尴尬了，说你们这是属于就什么寓意呢？3缺1啊！完我就憋不住了，我说你们这个属于是不是有点掉链子了？我老公说什么是掉链子？我奶说掉链子就是骑汽车秃噜扣了。然后我爸就站出来了，说你们都给人留点面子，人家现在肯定脸上也挂不住了。结果没想到人家一点没有什么脸上挂不住的感觉，当时给他爸打电话，给这爷俩就逗坏了。哎爸看着没？那第4个咋回事？跳闸了属于。哎，这个在中国哈，从现象上来看叫3缺1，从性质上来看叫秃噜扣。完他爸这边是哎，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就这玩意儿，就是闭幕式的时候邦家站起来了，哎，往回摁都不行，就越摁越支棱，跟倒枪刺似的，当时我还问他，我说你心咋这么大呢？你咋不上火呢？他说不是我设计的，我上什么火呢？哎，你们知道当一个外国人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向其他外国人讲述七夕的故事，最后讲稀烂是什么效果？今天不是七夕吗？我老公跟我视频的时候就跟我说啊，中国情人节快乐。我婆婆就问什么是中国情人节呢？我老公说这个你不懂，这背后是有美丽的传说的，我给你讲讲。因为我老公以前在中国待过几年嘛，就经常听我们给他解释各种这个节日的缘由啊，美丽的传说呀，就方方面面的就输出很到位嘛。那他呢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小旋风，完他就开始跟他妈解释，从前呐有一个男子，他叫 cowboy。我说哎 cowboy 不是牛仔的意思吗？西部牛郎啊。但后来我一想也不算错，就都是遛牛男子。然后他就继续给他妈讲嘛，他说然后这个 cowboy 呢就认识了一个女子，是个裁缝，他俩就相爱了。我听到这儿我还挺自豪的，我感觉他还是记住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。我婆婆也非常感兴趣。然后呢，相爱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我老公说，然后啊，不幸的是这个 cowboy 就被叫去修长城去了，然后过度劳累，就在长城上累死了。织女呢很想念她的夫君，就跑到了长城上，把长城哭倒了。我婆婆说，哎妈呀，这织女挺有劲的。我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听着讲跑偏了呢？你这个版本的织女姓孟吧？那孟姜女哭之前跟牛郎好过这个事儿，范喜良知道吗？我婆婆说，然后呢？我老公信誓旦旦地说，然后啊，为了纪念这个孟织女和牛郎之间凄美的爱情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划船划到湖中央，往湖里扔包子。哎呦我的妈！讲稀烂。然后我老公讲完之后，自己也觉得不太自洽，说牛郎去的是长城，长城在内陆，那最后纪念他的时候怎么跑到湖中央了？这中间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我给忘了。我说对，你错过了嘛，就他还有个小姨子叫小青嘛，那小青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把内陆给冲了嘛，最后找精卫填的海，完精卫填海填500年的时候遇着济公了嘛，俩人相爱了，然后冒出吕洞宾横帮竖挡不让嘛，完后来精卫和济公化成蝴蝶飞走了嘛。